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11月28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1月27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341.80，收盘价是332.89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342.55，最低价是在326.59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6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收在了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下方。当日的成交量是5789.64万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.9 倍量缩。KD 值双线是继续下行，开口增大。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下行的走势在增强。MACD 快线是下穿了慢线，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微小红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开始向空头趋势发生转变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11月27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下影线的中红 K 线。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，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出现横盘后的回档中。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大幅的高开盘，股价既站上了5日均线值，但是经过短暂的震荡之后股价开始迅速下跌。那下方呢回补了部分缺口，然后股价是在326.5附近是遇到了支撑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是出现了反弹，收盘价收在了当日 K 线的中下部，当然也是在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下方。那我们会关注到当日的成交量较前一个交易日是量缩，这说明当日股价在下跌的过程当中卖盘并不积极，当然也就不会有买盘进入，因此呢，在当日是没有多头力量进入的。虽然股价是出现了下跌，但是呢，我们仍然可以把这根 K 线称为是一根休息的 K 线。我们也会关注到330，也就是11月18日这根 K 线的最低。原来是这个缺口的上沿，那这个位置也并没有被跌破。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如果股价是高开高走，然后收盘价能够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，那么股价将会继续目前的这个多头趋势，股价继续会上行。那如果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股价是出现了下跌，下方的20日均线值将是支撑。我们测算在11月28日20日均线值是在318附近。那股价日后只有跌破20日均线值才会正式进入到空头趋势，那么股价呢才会有进一步的下行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1月27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继续下行，收盘价会在322附近。另外一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反弹，收盘价会在345附近。而实际在11月27日收盘价是在332.89，股价是出现了下行。那至于我们预测的下行不仅在收盘价的点位上相差较大，同时呢，在当日的走势也是完全不同的，仅仅是方向相同，性质相同。好，那股价继续出现一根休息的 K 线，所以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上行。对于11月28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股价上行的目标不变，仍然是
362。也就是在11月25日这根 K 线的最高，这是第一个目标。那在到达这个目标之前啊，目前我们认为350是一个压力位，也就是股价反弹只有站上350，我们认为才有可能会到达362。当然，在这之前啊，10日均线值和5日均线值都会成为压力。那362如果被站上呢，将会继续出现头高，那说明这一波回档成功，股价将会继续目前的多头趋势。那第二个目标就是364，第三个目标上方是384。好，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，股价下行的目标不变，仍然是309这个位置。在到达309之前啊，目前有两个位置，一个是这根K 线的最低，也就是11月27日这根 K 线最低327，另外一个位置就是20均线值是在318附近。那么在到达309之前，这两个位置呢是强支撑，也是重要标志位。309如果被跌破，接下来第二个目标就是239，然后第三个目标是212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在11月28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。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啊是11月25日这根 K 线的最低是在338附近。那我们会看到在11月27日股价是基本上是在它的下方运行，所以收在了低位。那到了11月28日，我们要关注的是11月27日这根 K 线实体的中线，我们取337。好，那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啊，股价如果能够在337上方运行，我们认为股价才有可能会出现反弹的走势。但是如果股价是在它的下方运行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仍然会出现收在低位的可能，甚至会出现一个大幅的下跌，因为这个位置呢是股价反弹的强压力，正好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、10日均线值也是在这个位置，所以啊，在11月28日股价能否会继续反弹，它取决于是否有多头力量的进入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关注337的理由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目前我们仍然持有一个30%的多头仓位，成本价是在307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那之前我们给出了停利的位置，然后呢，止损的位置我们一直是守20日均线值，那目前股价仍然是在20日均线值上方，所以这个仓位是继续持有的。那到了11月28日，我们给出的止损位仍然是守20日均线值，是在318附近。好，这是多头。当然在这个位置呢，我们认为是虽然当日新生成这根 K 线还有长长的下影线，那预示着股价呢将会反弹，但是呢收盘价在前低下方，并且仍然在5日均线值下方，所以对于多头来讲，这个位置是不可以继续加仓的，或者说是进场抢反弹都是不可以的。好，这是多头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空头。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就是从前一日 K 线的最高342到350，这是空头要守的位置。当然还有上方的362。那么空头现在的目标就是309，当然还有20日均线值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11月28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和5日均线值，它们的范围是从337
到339之间。第二个压力位是前高342，第三个压力位是347，也是前面 K 线的最高。第四个压力位是350，第五个压力位是362到364之间。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前低，是327，第二个支撑是318，20日均线值，第三个支撑是309。那第四个支撑呢，我们愿意给出是在300关口附近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11月28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，股价是会继续下行。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低开盘，或者是很小幅的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337，最低下方会到达323，然后收盘价会收在328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但是如果股价最低到达了320，那么我们认为收盘价会收在322这个位置。好，那么出现这样下行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337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下行。那第二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上，或者说是叫反弹。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330，上方最高会到达345，在这个位置，然后收盘价会收在339。那出现这样的继续出现这样的反弹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330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反弹。好，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11月28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